深夜，雨聲如期而至。清明时節的雨不急不躁，卻帶着一股滲進骨子裡的陰冷。許彥君躺在3樓房間的床上，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燈光芒，舉起右手食指仔細端詳。原本被那只巨蟹夾得深可見肉、鮮血淋漓的傷口，此刻竟然消失得乾乾淨淨。別說疤痕，就連那塊皮膚都變得比周圍更加紅潤緊實。這真的離奇到家了。他雙手枕在頭後，盯着天花板出神。長高了10公分，父母重返青春，全身污垢排出，甚至連傷口都能瞬間愈合。這一切的源頭，顯然是那顆沒入背後的黑石，以及那頓橫行霸道的晚餐。這算機緣嗎？還是某種尚未標價的贈與？想着想着，大腦被一股強烈的倦意侵襲。或許是身體剛經歷過劇烈的重組，他很快就陷入了沉睡。半夜，氣溫驟降，睡夢中的彥君感到一陣寒意，身體下意識地縮成一團。他想起來關掉那台發出嗡嗡聲的電風扇，但眼皮沉重的像灌了鉛，意志力在寒冷與懶惰之間反復橫跳。就在此時，安靜的房間裡突然響起一聲清脆的聲響，啪！那是老式電風扇按鈕被強行按下的聲音。風扇扇葉轉動的聲音隨之消失，房間陷入一片死寂。彥君在迷糊間睜開眼縫，隱約看到一個朦朧的影子站在床邊。那影子動作極其輕柔，牽起掉落在地上的薄被，平整地覆蓋在他的身上，甚至還貼心地往他脖子處掖了掖。那動作充滿了慈愛與熟悉感，讓原本警覺的本能瞬間平復。彥君腦袋一歪，轉個身，再次沉沉睡去。隔天一早，陽光透過濕潤的空氣灑進房間，彥君猛然驚醒，昨晚那一幕在腦海中異常清晰。他連忙翻身下床，3兩下完成洗漱，衝下1樓。1樓的雜貨店已經開了門，父親許金良正神清氣爽地搬運着一箱礦泉水，那矯健的動作哪裡像個50幾歲的人。母親陳香蘭則在櫃檯後理貨，臉上的皮膚透着健康的光澤。爸媽，我跟你們說。彥君拉了張板凳坐下，壓低聲音，昨晚我房裡鬧鬼了。他把半夜有人關風扇、蓋被子的經過說了一遍。客廳裡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。許金良停下手中的動作，眉頭微皺。陳香蘭則是下意識地看了看4樓的方向，手不安地在圍裙上擦了擦。這世界沒有鬼這種東西。許金良憋了半天，才緩緩開口，聲音厚實：你是昨天累過頭，睡迷糊了。科學時代，別整天神神鬼鬼的。可是那聲音很清楚。好了，去幫忙搬貨。許金良打斷了他的話，顯然不願意在這個話題上深究。彥君看着父親轉過身的背影，心裡暗自吐槽。家裡4樓供奉着大乘佛教的佛祖，初一十五還要誦經拜懺，這叫科學時代。他沒反駁，只是乖巧的點頭應和。但他心裡很清楚，你們信佛，有佛就有神，有神自然就有鬼。既然對方是幫自己關風扇、蓋被子，沒惡意，那就算是祖先庇佑吧。想到這，他摸了摸後頸，總覺得那裡隱隱發熱。就在這時，褲兜裡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，發出粗獷的鈴聲。嘟嘟嘟，熒幕上顯示的名字是劉俊偉。彥君挑了挑眉，這家伙是他的死黨，正職在機場幹搬運，副業則是宮廟裡的八家將。聽說這家伙體質特殊，是那種傳說中帶天命卻死都不肯接旨當機身的鐵齒派。喂，
燕軍。電話那頭傳來劉俊偉急促且帶着煙嗓的聲音，背景音還能聽到機場貨運站的嘈雜聲。喂，阿偉。電話那頭傳來劉俊偉粗獷的嗓音，伴隨着機場推車經過的隆隆聲。喂，燕軍。喂，阿偉。哎，燕軍，聽說你春假結束，這2天就要回苗栗讀書了。趁你還在高雄，出來喝杯飲料，不然下次見面又要等放假。好啊，剛好我也想找你，老地方見。行，半小時後見。燕軍掛斷電話，心中那股祖先庇佑的念頭愈發強烈。他摸了摸後頸，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充沛精力，那是任何能量飲料都無法給予的清爽感。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，不要忘記幫我按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下次會更努力製作，期待您再次觀看。